想要富娶寡妇，这句大俗话古今中外都适用。美国皇上华盛顿娶了财产丰厚的寡妇玛莎，手中土地从1000公顷瞬间跃升到3000公顷。巧了，第3任美国总统杰弗逊也娶了个叫玛莎的寡妇。玛莎的父亲是著名大律师，死后给小夫妻留下大笔遗产。话说中国的大宋朝，不对，是大明朝年间，山东清河县有个叫西门庆的小富二代，年方27，父母早亡。父亲西门达给他留下间不大不小的生药铺子，还有座门面5间到底7进的宅院。虽然跟华盛顿、杰弗逊那样的大财主不能比，但西门官人呼奴使婢，骡马成群，也是清河县中一个殷实的人家。西门庆这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不怎么长眼，经常让人哄骗，但只要涉及到做生意和商业利益，马上就像换了一个人。精明果决，见识过人，判断准确，行动迅速，虚伪狡诈，冷酷到底。大官人掘到的第一桶金就是娶了2个有钱的小寡妇。第一个寡妇叫孟玉楼，这位娘子是南门外范部杨家的正头娘子，手里有一分好钱，南京拔步床也有2张，4季衣服插不下手去，也有4、5箱子，金镯银钗不消说，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。1000两银子什么概念？当时大明朝一个7品知县1年的俸禄才45两。西门庆一听，这笔买卖分外划算呢。当时他正和潘金莲打得火热，但买卖一上门，马上就将心上人撂到了一边。不过既然是个好买卖，那就一定有竞争对手。杨家舅舅想将孟玉楼许给上举人，杨家姑妈却想将他聘给西门庆。原因无他，舅舅和姑妈都想从中大捞一笔。具有敏锐商业眼光的西门庆马上行动起来，亲自跑到杨姑妈家认姑娘，并用100两银子买通她，终于将孟玉楼拿下。但事情到这儿并没完，西门庆算到杨家舅舅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，娶亲那天特意雇了帮闲汉到杨家搬香笼。果然杨舅舅也带了帮人，要求一件一件的开箱检查。关键时刻，杨姑妈杀到，与杨舅舅对骂厮打。西门庆趁乱领着闲汉和小厮们7手8脚将妇人床帐、妆帘、香笼搬的搬，抬的抬。至此，一场鸡飞狗跳的闹剧终于以西门官人大获全胜收场，他的资产值瞬间上升1000两。西门庆娶的第2个寡妇叫李瓶儿，名副其实的千亿富婆。她原是梁中书的小妾，后来梁山攻打大名府，李瓶儿从梁家顺了100颗西洋大珠，2两重1对压青宝石逃到东京。在东京时又被花太监看上，给自己的侄子花子虚娶来做妻子。花太监死后，财产也全部留给了李瓶儿。花子虚死前，李瓶儿就和西门庆勾搭成奸，并开始转移财产。3000两银子、几大箱子蟒衣玉带、帽顶绦环，都是值钱珍宝之物。等花子虚死后，李瓶儿正式进门，他带来的财产让西门一家都傻了眼。除了那100颗西洋大珠，还有40斤沉香、200斤白蜡、2罐子水银、80斤胡椒，雇了5、6副杠，整台运4、5日。通过娶寡妇，西门庆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。自娶李瓶儿过门，又兼得了2、3场横财，家道营盛，外庄内宅焕然一新。手里有了这么多钱，下一步怎么经营是个大问题。保守点的肯定买房置地当财主，但以西门庆的眼光和手段，他的理想当然不止于此。本着钱能生钱的基本商业规则，西门庆开始做起高利贷业务，放官吏债。所谓官吏债，就是把官员当成放贷对象。大明朝的穷书生不少，进京选官需要盘缠，进了京拜老师见上司，桩桩件件都得花钱，更别提还得和同乡同年们一起喝喝花酒，建立人脉关系。这时候穷书生们就得去借官吏债。一般情况下，官吏债8扣或者9扣起算，年利+3以上。比如借银100两，借债人只能得到80两或者90两，但利息仍按100两算，年利率在30%到60%之间。虽然听起来利息高到吓人，不过官员们只要上了任，稍微刮刮地皮，这点钱很快就能还上。除了放官吏债、搞钱搭关系，西门庆深知一个道理，比挣钱更重要的是要有保住钱的能力。在与当地的大小官员们沆瀣一气之后，
西门大官人又借蔡京过生日之际，通过蔡府管家送去厚礼，有300两金银打造的4羊捧寿小人儿、金寿子壶2把、玉陶杯2副、蟒衣数件等。蔡太师一高兴，马上提拔他当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，官居五品。自此之后，西门庆的人生升华到一个新档次，谈笑无鸿儒，往来皆白丁，交往的都是知府、御史、大太监这一级别的高档人物。有钱又有权，在大明朝能横到什么程度？举2个例子吧。一是西门庆在当副厅长之前整治蒋竹山。花子虚死后，西门庆不愿娶李瓶儿，他一气之下嫁给了蒋竹山，还自己掏钱给蒋竹山开了间生药铺子。西门庆听到这个消息大怒，叫道：你嫁别人我也不恼，如何嫁那矮王八？拿本钱与他开铺子，在我眼皮跟前要撑我的买卖。也就是说，西门庆最恨的不是李瓶儿改嫁别人，而是蒋竹山跟自己抢生意。于是西门官人便派了2个地痞流氓去敲诈蒋竹山，用假借据说他欠钱，借机将他暴打一顿，并将生药铺子砸了个稀烂。蒋竹山不服，去告官，衙门早和西门庆串通好了，又痛打他30大板，打得2腿喇叭着。无奈之下，蒋太医只能仓皇逃跑，最后人财两失。等西门庆当了副厅长，手眼通天的本领更上一层。话说扬州城里有个富豪苗员外，带着几箱子财宝到东京谋官，半路上却被自己的家丁苗青伙同2个少公谋财害命。杀人后，苗青得银1700两，他通过关系找到西门庆，拿出1000两买命。一番运作之后，果真只判了2个少公斩刑，苗青则轻松脱罪。西门庆是天生的商人，不仅认蔡京当干爹，抱紧顶级权贵的大腿，还大手笔投资官场新人蔡状元。等蔡状元当了巡盐御史后，立刻苟富贵不相忘，让他提前1个月拿到3万盐银，血赚一笔。除了开源，也要节流。西门庆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偷税漏税，全是钱老爹这封书，10车祸少使了许多税钱，3庭只报了2庭，统共10大车祸，只纳了30两5钱银子。巅峰时，西门庆手中有生药铺、绸绢铺、绒线铺、缎子铺、印子铺、当铺，另做着走镖船、贩盐引、倒卖古董贡品等一系列生意。从他出场到死共6年时间，有好事人算了一笔账，按照购买力计算，在6年时间里，他从百万富翁一举跃升到资产过亿。说一句商业奇才不为过。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且说时间一晃，就来到了几百年后的1980年代。虽然科技确实往前迈了好几大步，但中国的人文环境和大明朝无甚差别，贫穷饥饿随处可见，车匪路霸层出不穷。除一些大城市外，社会秩序已经失序。短篇《车44》就是根据当时真实的社会现状改编，讲的是一个女司机驾驶长途车被一伙匪徒拦路抢劫，匪徒们不仅抢走了全车人的财物，还将女司机强暴。过程中，全车的乘客都冷漠地袖手旁观，只有一个小伙子下车去营救，结果被匪徒暴打并刺伤。女司机回到车上后，将救她的小伙赶走，然后带着一车人冲下了悬崖。不过怎么说呢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阴郁而又光明的日子。80年代是一个特别的年代，人们好像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，想要把失去的青春岁月一股脑的全都找回来。那时候的深圳3天就能起一座高楼，每个人都像立春里的王彩玲一样。每年春天一来，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，总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。许多商人的人生都是从80年代开始的。1984年，王石在深圳卖录像机，柳传志在北京卖电子表。蓝翔技校创始人荣蓝翔的传奇也从1984年开始。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，1984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这一年，中国的改革中心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，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农民万元户的故事，此后再也没有出现。1984年，距离金瓶梅中的清河县并不遥远的山东济南，荣蓝翔、孔素英夫妇租用了一所中学的10几间教室，成立了天桥职业技术培训学校。
和西门庆这样的富二代不能比，荣兰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传说他成名后曾自称是251，在河南话中，250指人胆子大，做事不计后果，1是指心眼儿，251就是比250多了一个心眼儿。假如江湖传闻是真，那荣先生确实对得起251这个代号。那时候他已经在北京学了油漆和木工，妻子孔素英则心灵手巧，擅长缝纫。但夫妻俩就像在淘金热中发家的牛仔裤大亨一样，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，与其做手艺人，不如做手艺人的市场。赶在1984年下海经商，除了能力更要有胆识，251的精神一个也不能少。培训学校开张时，专业只有油漆、沙发制作、缝纫、美容美发。荣兰祥夫妇赶上了一个大时代，巨量的农村人口开始慢慢向城市迁徙，寻找糊口的机会。自1985年开始，天桥技校的学生就开始暴增。1988年，部队搞三产，因为荣兰祥的岳父是退伍军人，天桥技校开始与部队合作，并正式更名为兰祥技校。不过，靠岳父发家的说法遭到当事人严正否认。成功的商业模式引来众多模仿者，短短几年间就有上千家培训学校在济南注册开张，抢夺生源成了各个学校能够活下去的重中之重。除了在电线杆上刷小广告，各大长途汽车站、火车站前，凡是带相的人一出现，各个学校招生办的人就会一哄而上。这时候巧舌如簧已经不重要，膀大腰圆才是获胜的关键。根据网络上流传的并不可靠的回忆文章称，荣兰祥早期的成功源于他的凶狠。为抢生源，荣兰祥专门组建了一支打架队伍。荣校长甚至公开在学校的大会上放话，不管你是东北虎还是西北狼，到了兰祥都是小绵羊。除此之外，兰祥还开发社会闲散人员成为临时业务员，凡是有人能将学生送进学校，就能获得一定的提成。因为培训学校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学费，为避免学生中途退学，学校制定了一系列规则，严防死守。老师的奖金也和学生的退学率挂钩，中间甚至传出过学校殴打、恐吓退学学生的流言。不仅如此，江湖传说，各个学校之间还会互相安插卧底，找人假扮学生入学，再挑头闹事儿，鼓动大家退款退学，扰乱正常教学秩序。这中间产生过多少既黑色又荒诞的故事，可想而知。不过说到底，兰祥的成功离不开荣孔两家的亲戚和乡邻。80年代的中国，儒家社会已经解体，共产主义也成了一个笑话。但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受到全球化结构，人们对陌生人虽然凶狠残忍，亲戚乡邻之间还是相当抱团，这才是兰祥技校成功的关键。潮起潮落，大浪淘沙。到90年代，在济南存活下来的有竞争力的培训学校只剩几十家。1997年，三产制度寿终正寝，兰祥与部队分家。这时的荣兰祥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，技校师生超过1万人。90年代末，代号251的荣兰祥当选济南天桥区人大代表。2001年，中国加入世贸，迎来改开后第二波民工潮。荣校长再一次幸运地赶上这个风口，他的声明随着挖掘机技术哪家强，中国山东找兰祥这句广告词达到顶峰。有人猜测，到2006年，荣兰祥的个人身家已经超过10亿元。比荣兰祥的发家史更传奇的是他的离婚大战。2014年6月，荣兰祥与孔素英正式协议离婚。荣兰祥愿意将在河南商丘天伦花园市值约为 1.8 亿元的300多套房产赠予他与孔素英的6个子女，不过当时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。其实天伦花园是兰祥学校的法人财产，并不在可以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。于是围绕这些房产，双方展开了一场冲突不断升级的大战。2014年9月，兰祥的工作人员带着几百个学生从济南来到商丘天伦花园打扫卫生，与现场蹲守的孔素英家人发生混战，孔素英父亲被打伤，混战双方各有几人被警察逮捕。11月，孔素英忽然进京上访，向多个部门举报，指控荣兰祥寻衅滋事、聚众斗殴、家暴。荣兰祥则称对方是邪教成员。
在舆论压力下，荣兰祥辞去人大代表，并与孔素英在2016年正式离婚。就当人们认为孔素英扳回一局，孔素英也开始出售天伦家园房产时，2017年，山东蓝翔以涉嫌构成非法处置财产罪，向法院申请对孔素英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2018年，孔素英因涉嫌非法处置查封财产被关押，最终获刑2年3个月。一起被捕的还有容孔的3个女儿，她们分别被取保候审、羁押候审，以及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4个月。2022年4月，当年被父亲一手送进监狱的3个女儿之一，忽然在网上发视频加长文，举报母亲孔素英，内容包括非法处置天伦家园房产、伪造房屋转让合同等。1个多月后，孔素英又一次实名举报荣兰祥，涉嫌私藏枪支，组织黑恶势力跨省打架。儿告娘，老公送老婆孩子进牢房。这场离婚大戏至今仍然没有迎来它的最终结局。而在中国面临人口危机并坚决与世界脱钩的今天，蓝翔技校又将走向何方？600年是如此漫长，但中国社会却像是凝聚了时光。将西门庆与荣兰祥的故事放在一起讲，并无任何影射之意，只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草莽英雄，是各自时代的一个传奇。金瓶梅的伟大在于它描摹世态，见其炎凉。假如未来世界科技大发展，大概会有一种叫做网络考古的职业，人们会在网络的边边角角里寻找被遗忘的过往与历史。假如有人能找到荣兰祥的故事，就能找到中国从1980年代到2020年间这40年的民间社会风貌与人情百态。并不夸张地说，他是这个时代的亲历者与见证人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文婷，咱们下次见。